全球的华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这一期是就这玩游戏的第100期。100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扣除了假期一年平均以48期来算呢，那100期就是2年多时间。但我们时不时会断更一下一年根本做不到48期。加上叫就做玩游戏之前，这个节目也做了很多期。所以这100期意味着4年光阴真的就过去了。那这么特殊的一期，我们聊什么游戏呢？总觉得随便聊个普通游戏实在可惜啊。所以到底要聊哪一款游戏呢？是不是很纠结呢？其实我们已经想好了。我想在这期特殊的一期里，聊一款现阶段全宇宙只有我们能聊的游戏，就是 Gameper 自己的游戏。这也一直是很多观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也为了更好的和《勇者做游戏》这个节目接壤上，也可以聊聊我们开发的理念。那到底 Gameker 游戏开发的怎么样了呢？众所周知 ，Gameker 已经在开发游戏了，到底开发的如何呢？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看。看来 Gameker 确实在开发游戏呢，真的是很辛苦呢。做游戏也真是不容易啊。到底开发进度如何？进度应该还是很顺利的吧？真是让人期待啊！看来应该是差不多了吧？就算再等久一点，我们也愿意哦。小伙伴，你们说是吗？留下你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讨论吧。我突然觉得这样写文案好轻松啊，以后就这么写文案吧。我们第一期勇者做游戏，那个长得有点像我的那个贤者就说过啊，做项目要先从画一个小圆开始，用画同心圆的方式慢慢画成大圆啊。当然这个理论并不是绝对的啊，不同团队都有自己的开发习惯，但是这个理论是我们自己坚信并实践的。勇者做游戏不是一个做游戏的教程视频，我们不敢说教大家做游戏勇者做游戏是一款分享我们做游戏过程的节目。所以这里面的勇者不管是烈俊、月岛、小咸鱼，还是以后要登场的角色，都是真实中开发组相对应的人物。这帮小勇者呢，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真实遇到的困难。有些我们解决了，有些是困难解决了我们，甚至连那个办公室的布局都是我们真实办公室改的。而贤者说过的话，就是我们总结出来对自己说过的话，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结论，但至少我们能做到说我所做，做我所说。去年6月份，我们公布了做游戏的计划，而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为游戏开发筹备了1年时间了。那之所以要公布，而不是先埋头开发，是因为我们要招人我想从我们的视频观众中招人这样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来解释团队的调性了。那现在团队里的小伙伴呢，都是看视频被坑过来的同时也希望获得市场上我知道或不知道的资源的帮助。市场也确实在公布后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帮助，比如之前介绍的 CR 威尔音频中间件的视频我们获得了使用 CR 威尔软件的授权。再比如之前介绍七彩虹显卡和 RTX 光追的视频我们获得了七彩虹创作电脑的硬件支持。还有很多要感谢的支持等游戏发售后我们会一一感谢。6月公布后，我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组建团队，然后就按照我们自己坚信的理论，尝试画一个小圆不是画魔法少女是画一个很小的圆圈，也就是游戏的概念原型。这个原型里面，我们没有过多的验证玩法，没有太过考究美术风格，看看玩法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看看氛围是否是我们想表达的，看看技术上我们的构思能否实现，以及给孙正江感受，让他开始作曲，所以才有了那期爱因斯坦嘛。那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呢？这是个2D 横版的体验向游戏，有解谜，也有一定的动作成分，但重点是让玩家体验一个有趣的故事。背景设定偏硬科幻，玩家将控制这个奇怪的物体带着一个同样奇怪的孩子，经历一场莫名其妙的旅程，从而揭开一个埋藏了几百年关于文明的秘密。当然，更细节的背景设定和游戏所讲述的故事，就等各位亲自去体验了。这就是我们的游戏。未来游戏会登陆 Steam， 然后会登陆 NS，
再之后啊，可能微软和索尼的主机也会尝试登陆。我们用3个月时间做完了这个原型，然后就带去上海参加了 WePlay。我们把原型装到一个小小的 U 盘里面啊，给一些业内同行和小伙伴试玩，收集反馈，听取同行的建议。最后这个原型让我们对正式开发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我们重新调整了游戏的玩法，我们明确了游戏的节奏，还重新设计了游戏的美术风格。所以说，刚才你们看到那个视频都白看了，哈哈，因为正式版出来的效果会和原型完全不一样。就像贤者所说的，我们现在开始画第二个大一点的圆了。而正是因为有之前那个画的歪七扭八的小圆，我们才知道如何调整姿势画好第二个圆。那现在正式版的开发进度在30%左右，因为疫情和疫情导致的各种后续，让我们延迟了将近2个月。不过还好，整体还在可控范围。正式版的 gameplay 啊，现在还不能放出，还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偷点图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边聊边看吧。看完了原型，知道了游戏类型，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有点失望呢？哈。Gameker 平常聊别人的游戏聊得头头是道，自己做个游戏啊，却只是个横版的小游戏。我要是观众的话，我也会失望。垃圾取关，哈哈，取关之后还要再点一次解恨啊！但是别急啊，这个事情得放长远来看。在做游戏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执行的先画小圆再画大圆这个理念，而在发展团队这件事情上，我们依然相信这个理念。就像 Gameker 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录制粗糙的节目，然后慢慢团队人越来越多，节目越做越精致，直到勇者做游戏啊，我们甚至为其绘制了大量的例会。所以第一款游戏，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用比较省钱的2D 角色，把制作周期和成本压到最低，再发挥我们擅长美术、擅长音乐、擅长写文案、擅长拍故事、擅长做视频这些优势，尽量让这个游戏呈现最好的一面。同时磨练团队，积累技术，为下一款游戏做准备啊！事实上，在开发这个游戏的过程，确实有很多迸发出来的临时的想法，非常有趣，也非常大胆。大胆到我们不能塞到这个游戏里，这些想法都会成为我们第2款游戏的养分。之前我忘记哪个视频我说过了哈，游戏开发之前其实有很长的游戏研发周期，这个研发周期呢不一定会实际开始制作啊，就算做也是比我们那个原型更加简陋的实验品。研发周期更多是从理论上去验证游戏的框架。实际上，在开发这个游戏的同时，下个游戏的框架研发就已经在构思了。那包括这个游戏的技术方面，看似是一个2D 横版游戏，但其实这算是个3D 游戏哈。里面很多方法，我们虽然也是初步尝试，但也是为下一个游戏做准备。我之前说过，对公司来说，时间的尺度是很长的，1年2年只是很短的窗口，3年5年才是一个小阶段，10年才算是一个大周期。我反正都为了开发游戏兜了一个13年的大圈了，不在乎再多那么几年。所以我们依然有着想做出一款系统特殊、玩法复杂、表现力爆炸、游戏时长充足的3A 大作，并且放到全世界去卖。但这件事情得一步一步来，至少在我们计划之中，第2款游戏会是个比较大的突破，相比市面上游戏有挺大的创新的一款。所以就请各位给点耐心，跟我们一起成长吧。同时各位也放心啊，虽然第1款游戏是为了以后的成长，但不表示我们会敷衍对待，我们依然会在有限的能力之内，尽量呈现最好的结果给大家。当然，为了防杠，还是要说啊，这种稳健的、有点怂的做法是我个人的风格。我知道市面上还是有很多团队第1款游戏就大制作，并且一举成功的啊。我对他们不仅没有任何的不敬，反而非常佩服他们，敢于第一步就那么大胆，小弟甘拜下风。另外，很多朋友希望我们开众筹，其实我个人并不怎么喜欢众筹这个形式啊，特别是在国内啊。而且现在看来，我们的开发资金还算是勉强够的，所以就不众筹了，也不发什么收款2维码了。各位想要支持我们的，到时候买一套游戏就好，或者到我们淘宝店逛逛，看看里面有没有喜欢的正版游戏周边。我们刚刚上新了《死亡搁浅》的设定集哦。好了，由于游戏现在能公布的还不多，所以视频呢会比较短，更多游戏开发过程还要留到勇者做游戏。对了，勇者做游戏第1期播出之后呢，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周了啊。本来我们是想周更，但是播出后呢，就发现有很多技术改进，现在还在改进中啊，各位放心啊。视频虽短，但却是我们超过半年的成果，希望各位能够满意。所以你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了水这第170屏而开发一款游戏。Gameker 用在我是聂军，就让我们在 Y 酱的音乐主题曲中结束吧。